好，立法院总预算吵吵闹闹三读通过了啊，删掉2075亿，占总额6.6%。不过这2075亿1000亿是台电的，对，所以其实你真的跟行政部门有关，还是只有1000多亿了，哦，那就1075亿嘛，哈，所以其实只有3%，大概3%多一点了，3.3可能这样哈。所以呢，那台电那个是政策性删了，就你台电一支1000亿、1000亿、1000亿，台电资本额都赔光光了。那你为什么要可以赚钱的核电你不要呢？你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去搞什么风电啊、光电啊？哦，这个用这个天然气发电啊，那不很奇怪嘛，对不对？你如果说不得已，那也就罢了。就像德国现在的总理还骂前总理是笨蛋，停掉2座核能发电厂，害他现在没办法了，现在只好去买天然气，哦，甚至呢不得已的话也那天然气俄罗斯那边又不供了，哦，我说他们不买了。所以真的不行，只有跟法国去买核电发的电，那不是因为他那个电网是通的，那你不是伪善吗？对不对？你自己不发，然后用人家发的核电哦，所以韩国也是嘛，韩国的现在政府也骂前任政府，说把核电提到很笨，因为你已经有了，不是要你新盖，你已经有了可以续用，你就用那便宜嘛，就可以来平衡你那个贵的电嘛，那你不要，那你偏偏要去赔钱，那你什么意思呢？那不行，去涨价，1涨、2涨、3涨，本来说8月还要再涨个8%哦，等等，那你什么意思嘛？所以立法院删他这个预算，意思就是说你要检讨你的能源政策哦，否则你永远去补贴，永远补贴，永远补贴，变成这样子嘛啊、哦。那其实如果你平常心讲，这删掉3%，这算什么？你预算送过审查，我都不能删呐、那不能删，你行政院自己就过了就算了，你给我删干什么呢？哦，3%算什么呢？而且你现在删掉也不跟去年的预算2兆，跟蔡英文时候的最后一年的2兆9差不多。马英九交给蔡英文的时候不到2兆呢，蔡英文最后一年是2兆9，那赖清德这次把它增加到3兆1了，那删掉2000万也就2000亿，也就回到2兆9。政府怎么会不运作呢？就不得了了，这个哭天抢地了，快垮了，国家快亡了。2兆9你不会用，而且删掉的钱也不是说给国民党。删掉的钱是你还是还你行政院啊，你将来还可以编预备金啊，还可以编特别预算啊，都可以啊。你有什么问题呢？什么问题也不会有啊。哦，那边叫你叫什么东西？我就听得很奇怪啊。哦，然后呢，现在冻结2600亿了，冻结是可以用的，只是你来报告啊，做说明，有人质疑你哦，可能你因为审预算时间很短嘛，也不行讲得清楚了哦。然后就是到时候呢，你报告完了，可能就可以动支了，或是潜舰。你海鲲号将来能够真的海测成功，海测成功，那就给你动支了，对吧？不成功你要这个钱干嘛呢？也不需要啊。哦，卓荣泰就说在野党是为删而删，会自爱难行哦，为了这个3次上火线啊、哦，我根本觉得哦，他们现在那个柯建铭协调的时候都不真的协调嘛，一个人讲了38分钟、40分钟，什么意思？就是在制造将来大罢免的一个气氛嘛。到时候就说你看看，就像以前他民进党搞那个再怎么野蛮，再怎么也不能删这个预算，再怎么也不能删这个预算了，再200也不能删这个预算了，人再多也不能删那个预算了。然后到时候罢免的时候，他变成有一个理由了啊！而且因为他这样宣传真的有效，坊间很多人都很紧张，很多人在问说真的删了，真的删那么多哦？那这个卓荣泰说不是3%，是36%，然后36.6%了。没有16%了，但是你把冻结没有删嘛，你不能把冻结算在里面的啊。那另外呢，这个卓荣泰就问在野党说哪项是不需要？你们删哪项是不需要的？直接讲出来，为什么不需要？哦，那另外呢，卓荣泰说你们冻结的意思就是所有的部会都要去跟立法委去拜托嘛，去说明去解释，不一定是拜托，要说明解释了啊。那另外呢，这个卓荣泰就批蓝白，台湾警消都出动哦。因为他去看那个地震，预算被你们冻结或删除啊、哦。那另外呢，这个有一个柯建铭也说，哦，你看此刻正在发文，刚好地震，天摇地动，老天也震怒了。哦，他讲完以后呢，这个中部的那个办公室主任庄敬诚也说，老天愤怒了哦。然后你们在干什么？这跟老天有什么关系啊、哦？那所以呢，被媒体说柯建铭是逆风也逆天，哦，动摇国本也要酸。那黄国昌说，中央还可以有2兆9可以用呢，怎么就瘫痪国家了？有那么严重吗？
联合报是说呢，砍预算政府就瘫痪了，赖政府治政是无能的嘛，非要花钱不可嘛？我们看一下。嘉义强震当下，政院新闻稿表示已全面掌握救灾。几个小时后，行政院长卓荣泰率部会首长开记者会，谈的不是地震怎救灾，而是在野删预算。因为各界站出来的声音，执政党党团在立法院的努力，数位发展部、NCC、通传会不会变成一个空壳的单位。虽然删减冻结数还是有，但至少这是国会不敢做的一件事情。不止政院麻烦，前民进党立委、现任行政院中部服务中心执行长庄敬诚抛文把地震跟预算做连结，说蓝白乱搞国家，老天怒了，希望大家都平安。被骂翻后同样删文。4月3号了，要验干的时候，但是老天有眼，发生大地震。去年花莲大地震，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才失言，老天有眼，全党上下大道歉。这回不止自家党员没学乖，狂起来，连自己的脚都要再砸一遍。老柯批评蓝白党预算，说12点17分发文时正好地震，天摇地动，代表老天也震怒。事后这段文字也被删。倒是时常针砭时事的助理周轩同样po文，天佑台湾，老天在提醒某些人。地震，然后跟蓝白砍预算把它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时间点非常不适合。地震如何和预算扯上边？行政院教学先来示范一遍。台电的1000亿拨补也被删减了，台电的同仁还是要出勤完成任务，冻结消防署业务费30%，但昨天晚上他们都出动了，这就是国家公务员。表决预算碰巧遇天灾，有别老柯把地震跟老天扯上边，政院似乎高明点，动之以情，诉诸基层人员。3次出来哈，来这个世宝兄，我觉得不要忘了，我们以前每一次审预算都是什么，要朝野协商，就把一些案子就可以去掉。这次表决大概700多个案子。有朝野协商的话，3000了，后来删变成700多案，700左右，就是加民众党700左右。后来我们再删，好，才有办法从昨天早上10点到今天早上不到6点，把它全部就结束掉。所以你们搞到早上6点，搞到今天早上6点，然后中间就要整理嘛，然后就下午1点去3读，然后就通过，就这样子啊。那通过比例呢，就3%左右嘛，3点多嘛，没什么了不起啊。来，我们看一下历史哦。民国96年度，那时候总统是谁？陈水扁总统，删了多少？3.1，跟现在差不多啊。为什么那时候陈水扁总统没有这样哇啦哇啦叫？那时候院长没有这样哇啦哇啦叫，现在就开始这样一直哇啦哇啦叫？为什么？就简单啦，因为他主菜不是这里呀，主菜是大罢免啊。我们呢现在看到的，只要各位你看到都会区的。北基桃、台中市所有的蓝委，要包括我在内，统统被列为要被罢免名单，每一个都没有逃过。不管我们过去这个赢第2名赢多少，不管你，统统被列上去。就他们要发动这样子全面罢免，那就让老百姓2年之内要选2次，而且，比如说啦，你在一个蓝军优势选区的话，即便那个人被你罢免的再投票，还是蓝军来当选啊，你没办法夺走那个6席啊！你要精准，就是我要增加6席，变我国会过半，这个比较重要。这是第一个我强调。第二个我强调的是，卓荣泰今天还讲比较软性一点，他昨天不是这样讲哎，我们还在审查的过程，他凶巴巴的说这个暗示啊，说这个就是中国大陆要的啊，你替他们来看我们的预算啊，这样子戴红帽。我觉得这个最可恶了，他怎么会把这个没什么地方可以讲的是要讲这个东西？那第3点，各位不要忘了，他们膨胀很多。我举个例子，有个单位国发会，他被砍7%就哇啦哇啦叫，结果我一看啊，他的预算增加几10%，你增加你灌水几10%，我把你砍7%，然后你说我不能活，干嘛呢？每一个单位其实都这样。我们看了几个重点，第一个，黑熊学院。藏在好几个部会，包括内政部、包括卫福部等等，都有黑熊学院的这个预算一个一个调出来。第二个，媒体几乎独后几家很绿的媒体把它调出来。我们只有看这几个，就是很集中的在这个地方。另外呢，就是这里面所有的冻结你也都很清楚嘛，冻
冻结根本就是你只要来做一个报告，大家满意了就通过了，我们就希望加强监督，所以冻结根本就等于没有3一样，3那就只有3%多。台电那个1000亿是有政策性的，我们就要求说你要涨价，你要告诉我们你穷其一切努力都没办法了，我是要涨价。就现在不是啊，便宜的核电1度1块钱你不用，你去用那个贵的风电5块，贵的5块4块，然后那个光电4块，然后这个火力发电3块多，你用那些一直亏，去年亏2000亿，前年亏2600亿，累计亏损4000多亿，你这样一直亏，那请问你说这个我补贴什么等等，补贴是老百姓的钱了，所以我们是要求用这样子让他知道说你要改变你的能源政策。老师，你要拍川普马屁哈，我不买你天然气，因为他说现在要开发天然气。不是你这个讲法又有一点矛盾了，因为我们是基本上是反每一个天然气。我知道，我是跟你开玩笑的。我不，你既然挑起我就要讲。好吧，你好吧，讲。不，我觉得哈，这个在野3这个预算啊，现在收场了。这个你要记得赖总统讲了，你输可没有关系，你论述要赢啊。到目前为止，这个不是要讲清楚啊，是看谁凹的厉害啊，凹的不，你还是要讲道理。所以国民党在这一点呢，是真的有一点不用脑筋，因为他是一个党团51条腿，着了你无章，所以讲输人家真的是很冤枉的。比如说，你看我们回到川普，你看总统多威风啊！如果你今天真的是过半的总统，你就开始说跟黑熊部队有关的，通通删掉，就解决了嘛？还争个屁啊，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没过半，你要找个人跟你合作，跟一个政党让他过半嘛。那既然不过半，这个纷纷扰扰到今天，这个是应该是必然的结果嘛？今天你看，你今天这个。我觉得台电我也讲一句了，你给人家1000亿哈，补助款，你是补助款，对，你是逼死台电。我觉得台电很冤枉的，你们应该讲，我们逼的对象是政府啊，不是台电啊。因为如果台电被迫涨价，那付这个钱的人是用电的人，使用者。如果你没有给他删，这个付这个钱的人是缴税的人啊。对，所以是缴税的人对呢，还是使用的人？这个是有左右的问题啊，使用者付费是偏右的，纳税人的钱去付给他，这是偏左的。这个道理有没有讲清楚？你们就是要涨电价了台电不对了。真的，我告诉你讲，台电是很冤枉的，台电被夹在当中，没心嘛。他当然，他删台电的预算就是让执政者做决策者看一看嘛，因为否则是无底洞的。你不要以为删这，假如说我只补贴1千万就结束了，怎么可能呢？他每年可能要补好几千亿啊！劳退呢，10几兆。劳退他不敢动嘛，他删军公教的时候说，我下一步就是劳工了，劳工他敢动吗？因为1000万劳工他不敢动嘛。所以为什么民进党这种被人家骂双标就这样？你嘴巴讲了说先军公教，是就软的吃嘛。接下来就是这个劳退了，否则劳退金也不行了。那现在有动吗？也没动啊。所以基本上你现在你的能源政策必须要认真的检讨了。不能这样硬凹了，这凹下去就是一个无底洞，真的一个无底洞。日本福岛这个灾变以后，日本都停到核电厂啊，都进口什么天然气啊，进口这些东西啊，就搞得日本贸易变一个逆差，本来是一个顺差大国，变逆差大国，后来变成他现在没办法又得恢复了嘛。很多事情你不是拿老百姓的这个钱去硬凹嘛，你一个政策，一个错误的政策。对不对？人家全世界都在变，那只有你民进党是对的，你就硬要凹到结果就让大家受苦嘛。所以给你一点教训，只是为了那否则怎么办呢？否则你也不听啊，怎么讲你都不听啊。休息一下再回来。不过老沈刚讲也对了哈，就是说之前呢，之所以说你讲不过民进党，因为他是铺天盖地的来，对，他这个铺天盖地，然后国民党提案又多700多个案子，你每个案子怎么讲清楚啊？那铺天盖，而且各部会都出动了，对，中央厨房梗图这么一直搞，搞得好像一副这个鸡飞城市嘛。
但是我觉得结束以后，国民党应该把它整理出来，哪些是我只要删的，为什么删这个？你反正日子还很多，你就每天开记者会讲啊，对不对？你李环不开了，新闻也淡了，也没什么新闻了。最契合的就是他们偷懒。他们会结束了，就回家跑摊了，谁管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很重要，一个要把它讲清楚哦，否则的话，民进党还在继续在讲，总统台你的行政院长都出来了啊。那蓝白其实已经手下留情，本来说要砍掉NCC所有的业务费，就现在只砍半而已啊，有没有全部砍嘛？原来是全部砍，现在只对半砍，砍一半还给你一半。那事实上他现在委员也不够了，委员只有一半了啊。那速发部本来说要砍剩1块，也没有只是减列2亿而已啊，所以呢都是高高举起，其实轻轻放下真的3点很有限，3%算什么东西？你告诉我嘛，对不对？你平常你讲，我的印象里，我的这个脑海里要30%才对啊，你送来给我不删，对不对？你部会没有虚灌预算。你年度没有在那边，在最后的时候赶快消化预算，我才不相信呢。冻结有什么了不起啊？我举我的例子好了，我当立委的时候，我就讲环保署，我冻结他一笔预算，是不是应该来报告？就没想到过2天我变环保署长了。那时候那个时候立法院书记长是廖福本嘛，他就对我示好了。哎，那我们赵康兄，你也是我们先同仁不用报告，我们就帮你解冻我说我要去报告，为什么不要报告？我现在改了，我愿意去报告，怎么不能报？立法院不是什么龙潭虎穴，报告一下有什么关系？我就要求去报告，还没有。他说你可以不来报告，我们就给你恢复。我要报告，怎么不报告呢？那么难得去立法院，怎么不去报告呢？好不好？其实很多到立法院去也是官员能够宣导他的这个理念的一个机会嘛，好，我们看了机要费冻结2000万了，删掉1000万然后呢，这个文化部一直讲公示就只有删2300万虽然陈玉珍一个人本来说要删，那是他一个人的意见，不表示党团同意这个做法嘛然后呢，这个很多这个媒体宣导被删掉了，国防部潜舰国造也是冻结10亿嘛，并没有删。第一艘真的好了，海测现在都没完成，本来入了港了，现在又上了屋了，中间发生什么问题？其实国防部都应该。当然，他说这是机密了说我还包起来，大家也很想知道你到底什么问题。本来是在干屋的，入了港怎么又捞起来，又重新在那边检查，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你将来最大的问题，因为你现在很多东西是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厂商，你学机械也知道 ，integration 就是一个部跟一个部的整合是最麻烦的，因为它是不同来源嘛。那个整合将来会有问题，那都很关心这个问题那你现在都还没搞定，你就要后面要编七艘的预算，那不是很奇怪吗？所以先冻结你有什么错呢？我不懂这有什么错呢？好吧，这个陆委会他们也除了港澳联系服务也删减，因为你现在根本没有活，你现在在干嘛呢？你现在也没有啊。他们说你不能删掉我们删掉我们去大陆的那个什么访问预算。我记得有个部会才编了38000块。你38000块到大陆去看什么？你这种东西，而且你过去几年也没有像大陆的这个计划，也没有这个预算，所以这种东西就是很奇怪嘛。那总统府说你帮我们删掉，我们将来没有热水可以用了，我们总统都要洗冷水了，等等。陈玉珍就说你格局高一点嘛，为了你怎么可能没有？我再强调一次，删掉预算还有预备金可以用。第一个预算里面可以自己还是有些可以挪动的，主机长就讲啊。你有差不多30%是可以挪用，我这个可能多了，我挪到那边缴，那个比较重要就用那个嘛。那都不够，你还可以用预备金呢。预备金不够，你还可以编特别预算呢。你什么时候少过了？钱什么时候少过你的？这是太腐烂了，因为那个钱太容易了，所以各部会那个编的预算绝对是腐烂的吴思瑶说大砍大删冻结都不合理所以呢，这个民进党才把案子通通撤了。我也不提我的案了都撤案了那另外呢，这个民进党委员说，以后护照要到台北办了，南部都不能办护照了网络也说你是大造谣嘛，哪有那么严重哪什么都不行那呢，监察院说业务费被删了96%，所以呢，柯文哲政治献金办不下去了监察院能不能办下去？监察院还是可以办的监委的，就是说其实人员的费用都没有删了。你真的要做，你还是可以做了而且现在检调也在办
检调不是在办这些案子吗？我们看一下立法院今天挑灯夜战情况。民进党立委吴秉叡直接冲上主席台，针对删减监察院预算跟副院长江启臣理论，台下绿委也跟陈玉珍吵得不可开交。林同四也跟国民党立委互相叫嚣，立法院总预算表决大战挑灯夜战，但这届朝野立委首次不断电不睡觉投票20多个小时，在21号早上接近6点2读完毕，下午才继续3读，但他们的电力已经快撑不住。同意后使得动之宣读完毕。国民党团排队一起绕行议场，要赶走睡意，陈玉珍更兼当按摩师。好，这个哦。有，但汪美惠却被民众党发现公然帮忙其他立委按表决器，因为不少立委已经倒在桌上找周公。不过这回总预算案，总统府业务费遭冻结70%，等执行30%才能先行解冻，让府方认为除了会有资安危机，因为水电费删减，未来更可能让宪兵不能洗热水澡。这完全就不是同一笔的一个费用。国务机要费难道有负责我们的211营的官兵弟兄的伙食，或是官兵弟兄的生活吗？而经济部补贴台电1000亿预算也遭全砍，台电就喊话，未来恐怕会调整电价。针对删除行政院中南部、东部业务费，民进党也痛批，这样以后护照都要到台北办了。直呼表决过的法案，很多数字都不拢。明明是要砍冻结南部科学园区的预算，内容却写着中部科学园区的相关事项。柯总召刻意去拖延时间，故意不让朝野协商，所以出来很多奇特的版本。最后面，如果我们看到民进党的话，他们是全面把他们所有的审查案、所有的提案全部删除、全部撤案，来去做全面的护航。如今总预算案表决大战将进入尾声，但朝野对立恐怕将持续加剧。就民进党本来也有提案了，因为民进党的立委对于民进党政府提的这案子也不是都满意嘛，他们很多也要求，那你做个立委，你本来就要监督啊，你执政立委都不监督的，那就选你干什么？结果他们现在为了护航就全部删掉，国民党删了，我们通通不删了，我们通通撤回，主要在讲这个了。来，宜信兄，首先啊，这个删减预算3%啊，扣掉台电的部分之后，是多是少，我相信大家可以啊，这个心里有一把尺。但是我们讲讲其他国家的案例，你说美国，我们经常听到它的预算不过，政府要打烊，政府要关门，什么部会好久不能够上班。其实从其他国家的案例来看啊，台湾也不是说就这么严重，更何况啊。基本上我们的政府的预算啊，在这个预算法里面是政府不会有打烊的啊，是有这样的一个机制。那我必须说，现在我们所看到这些预算的审查，其实都背后啊，我们这个自己审过预算啊，知道煽动啊，尤其是冻结的预算，基本上啊。只要时间到，你有做过报告哈，都可以来解冻。而这个报告其实有2种，一种是书面报告，一种是专案报告。基本上每一次在讨论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尽量不要用这个专案报告，就用书面报告就好了。那用书面报告，老实说就是 paperwork， 就大家变作文比赛而已了啊。所以说今天你把这个冻结的预算要把它扩大，说哎呀什么不能做，什么不能，其实这个都是夸大其词。那至于说你说删减预算好了哈，删减预算。其实哈，这个说就是说哈，有很多时候我们在删减那个预算，其实他都还给他怎么样？科目底下还给自调，自挪了。你其实里面还有一些空间的。我们那个时候每一次这个删你5%，删你10%，结果你后面自己调一调以后，基本上是整体的比较的效率哦。我打岔，这次国民党有特别交代，是里面的互相流动的有所限，有一个部分留用，当然有一些法律上的规定啊，但是有一些空间还是存在。主机长自己说有30%是可以留用的，对，基本上这个空间是存在，所以我不认为说现在民进党政府啊，他把所有的这些事项说，哎呀，这个没办法扫厕所，那个没办法擦玻璃，这个其实这些东西没有到那么严重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审查预算的时候，其实还是要。其实就一个这个帮国家省钱民脂民膏不浪费的角度，其实审3%的预算，其实我觉得在其他的国家的比例来看，其实还可以接受。马斯克现在要删掉多少？马斯克，你看他将来会要删掉多少？对不对？这本来就政府里面有很多地方是很浪费的，对不对？我们台湾搞多少个部会啊？40几个。30几个，30-40个嘛，对不对？那是中国大陆的那种编制拿到台湾这么小的地方来，你看香港、新加坡多少？你台湾这么小的地方，你们搞那么多部会干什么？接下来回来。不会那个。
那么经济部呢，本来今天要补贴台电1000亿，我们刚刚谈到，那蓝白是把它删了，哦，那这1000亿就占到整个删掉2000多亿的比重很高，才将近一半嘛，哈。那经济部就说，哎呀，民生用会影响啊，电网改善会影响啊，哦，甚至呢，搞不好现在涨电费都是你们蓝白害的啊，哦。那另外呢，潜舰预算哦，本来要删的，现在改冻结10亿。外交部的媒体宣传费被删了哦。那另外呢，民防训练2900万，这是内政部说，因为被认为他毒后黑熊，所以把它删了。所以跟黑熊有关的都删，因为藏在每个地方哦。那另外呢，这个卓荣泰说，你看外交部多棒啊，瞧到川普就职的 VIP 票，你们还删他50%的业务费，你们心中不会不安吗？不会不好意思吗？哦。那到底怎么回事？哦，会不会啊？好，那么来，这个世轩，你们这删掉人家外交部50%预算，会不会心中不安？刚以信委员比较的是外国删的程度哦，我们不要比较外国，我们比较自己国内。过去民进党的立场是什么？当年2012蔡英文在当主席的时候，他说政府机关所有预算都要删减20%，一定要大砍才会带来结构性的转变。这谁说的？当年蔡英文讲的。现在在野党在立法院今天通过3几%、3%，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这2天我们议会新北也差不多快结束了，我又问了我们新北的局长，他们过去都在中央部会里面，我说你怎么看现在的状况？他说我想破头，但不理解，被动了就去说明，就像我们在议会里面，你们有搁置，新北市议会我们没有这种搁置这种东西，但我们有保留发言权，所有的局长就会来跟你协调，你议员你是因为什么原因要保留？是不是有关注什么议题我们做不到的？讲完了就解冻了，立法院也是如此。现在在野党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我绝对支持委员你们大砍这些，不要讲大砍了，砍了3%的这件事情，这凸显了很多民进党执政不足的地方。可是论述上面，刚刚赵大哥讲的，我自己在基层这几天发春联，那个民众看到我讲的是，你们连我们这个发票兑奖这个都要砍啊，连我们这个小确幸都要抢走啊，你们这个浅见国造你不保护台湾啊，你体育署。刚唱完12强，你们就要删啊？这些都是造谣。12强删什么？删的是官员出国的费用。你们监察院说要去日本看法官，去看这个东西，结果跑去哪里？跑去北海道看熊。这种东西，我觉得要讲清楚，让民众清楚知道，发票的事情，这个是营业税多少3%，一定要有法定预算，这连删都删不了了。所以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执政党他就是摆明了没有要跟你们沟通，还叫我们去协商什么东西啊？民进党党团总召在带头。在里面拖延，其实，在议会里面一模一样的状况，不管是民众党或者是国民党、民进党，大家提出各自的动议单，到最后都去哪里？议长那边协调嘛，协调到后面，其实基本上能解决的就解决了。可是现在民进党摆出来的态度就是，他摆明也没有跟你协商，然后呢，动用所有的部会、所有的国家机器开始作图、开始传递，其实，在基层是有发酵。坦白说，这个。是过去从国会改革、新三法一路到今天，我认为民进党已经发现这个奏效了，他也不用跟你讲太多道理，反正我定出一套论述，图卡一做，全党党公职上下国家机器动下去，在基层就会发酵。所以论述我觉得一定要清楚。我们凸显了很多民进党执政的不足，比方说刚刚讲到的补贴台电1000亿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讲清楚。甚至预告民众未来一定涨电价，但是为什么涨电价？是因为民进党现在执政，它的能源政策造成的结果，而不是因为我们不补贴。我们可预期的嘛，未来他一定扣说再等，你看蓝白你们不补贴1000亿，导致于现在这个钱要民众来付了，这就会是这样的状况。所以我觉得论述要讲清楚。来世刚，我觉得论述讲多清楚，他到网络上、到社群里面、到记者里面，他一样给你歪掉嘛。你就跟他站，他就只会去讲说他是他赢你们输。其实没有，解释一下吧。没有，我觉得他钱多啊，是多。真的差很多，就是宣传管道的多。我觉得你们不认真，也不光是这样，他现在行政资源，他行政，你看所有的部会，虽然所有的台，对啊 ，TVBS 算比较中立，是中天比较蓝，其他都是绿的，都是。你怎么去跟他弄？没办法弄，因为你的宣传管道众口铄金嘛，就比他少。再来，你就我们自己的，也许内部的作业方式也要做一些改变啊。国民党要检讨，就是内部作业方式啦，因为都是过去说啊，每个委员提一堆案子，然后呢到那党团那边，党团那边再筛，最后才成为党办。所以呢，但这一次怎么样？这在你在提到党团的时候就被拿出来做文章嘛。但是事实上，任何一个委员都知道，
我不可能把所有的预算，比如说 NCC 预算算到0嘛，算到1块嘛，不可能嘛。但只是说代表这个委员对于 NCC 不满的主张，那我对这不满，让你 NCC 来想办法来救、来弥补、来说明你未来要怎么样推动你自己的预算嘛。那再来，你说宣传费是业务费才主要，你宣传费是负的、你现在搞的是全政府在救宣传费，宣传费好像被删之后好像就不能做事了，事实上不是啊。那这一次的预算8000多亿的这个有关于社会福利预算是没有删哦，6000多亿的教育预算没有删哦，4000多亿的国防预算前3列的基本上还是大宗，没有删到多少，所以跟人民有关的相关的基本上都没动。动是什么？就是官员的出差，刚赵大哥讲的是疾管署，他编列去大陆出差了，编列6万多块，6万多块，我请问你，现在这个机票飞涨，他连1个人、2个人可能都不够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你编这预算干嘛？你编这预算就是要不然你就不了解行情，要不然你就是拿出来你就被笑。所以你真的如果说你对这业务真的有心的话，你就编个下年的预算。你看陆委会啊，你过去陆委会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到底港澳联络了什么事情？你现在人到底能不能去港澳做事都不太知道。那所以这相关的预算，你当然要去做一些删减，代表说你这些业务过去推广不利嘛。而且有些删减预算是按照你过去的执行率来看的嘛。假设你执行率很高的，他没有理由去删它。所以我觉得倒也不是说宣传或是论述的问题，他只要看他不爽的，他就给你歪掉，他给你歪楼。就像说你这中南部没有办法办护照是一样。疾管署了，疾管署中国旅费编34000块。对啊，罗义军说：“我平常也不会动用啊，5年也没用啊，只有武汉疫情去过1次啊。哦，但是你编列预算不是这样子嘛？你编列预算不是我预备要用，是你要用我才要。反正你怎么就预备？你预备什么东西啊？编列预算这个原则是这样子吗？对不对？紧急需要，我刚刚就有预备金嘛，预备金不够就搬追加预算嘛，哪有预备要干什么事情呢？你也不干，我只是编那边预备，这算是罗义军讲这话通吗？”来，我看，我跟大家报告，刚刚大佬在讲，我非常有感觉。政治是说服的过程，我觉得不管蓝绿白都应该要对于这次的立法院的预算为什么是这样的结果，跟大家做说服。刚刚居民讲的，我马上跟大家讲，因为它太多案了，太多案，所以大家搞不清楚。我们的营业税3%拿来当统一发票，那为什么会没有？因为它有另外一个叫云端500，用云端载具的发票。我用载具去弄了以后，它可以抽出来。那个钱怎么来呢？就是委办费当中。那35亿的这个35.5亿的那个委办费被砍了18.5亿，所以剩16.5亿。18.5亿，你去看财政部算出来，大概就会有360万人次会抽不到那个云端发票。那现在目前是民进党执政，民进党各部会他一定会解读就是啊，他怎么会出来 deny 呢？他一定说这个是对的，好，所以每一个东西都要论述清楚。一般发票不会，可是云端可能是受影响。第二个，不管是业务费或者是什么其他的这些就是特制费等等的，一般民众的感觉还没有那么深。但是你要特别注意业务费的部分，如果你动到水电，他跟你讲我没办法发老人津贴就是这样。还有第4个是什么？就是曾经提案本来2-3千案提过了，陈玉珍委员就是一例嘛。他提的那个案子后来撤掉了，可他确实有提案，而且还要暗号。他本来是要删23亿的，柯志恩委员不同意。可是可能那个梗图或者论述已经出来了以后，就会让大家去讨论了。观众朋友，我那个刚刚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刚刚那个就是宝哥在讲我把资料调给大家看过往在蓝绿完全执政的时候，马总统的8年跟蔡总统8年，因为国会都是蓝跟绿嘛，其实都考很少。都1%多而已，200多亿而已。以往就是这么多。那一次蔡英文呛呛说要砍20%的，就这一年2012年其实是砍了0.85%，因为他立委少嘛，讲归讲，他根本没有办法造成事实。可是有一次来观众朋友你看一下2006年的1月13，我一讲可能大佬又有印象了。当时谢长廷是行政院长，他那一次被砍多少？2.3%，300多亿而已。他直接讲说我要提复议，就后来阿扁没有这个 confirm。他就下来啦，他1月13号说要提复议，1月24他就辞掉行政院长了。好，那最后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我觉得这次最严重的其实是台电补助的1000亿，因为我们现在根据电业法第49条，我们的电费是按照公式计算的，所以这1000亿是因为台电现在亏了4200亿，宝哥一定很清楚，我现在讲的东西如果不对，你再更正我那今天现在已经亏了这样了，包含你核电不用啊、绿能发展啊、多那个发电成本等等，可是因为已经亏了4200了，台电又已经举债到92%了。所以这个1000亿没有补进来的时候，
他们有这个钱，按照计算公式的话，今年的3月跟9月要开电价审议会，10月跟4月要决定要不要涨电价。今年很快啊，现在1月21号，3月马上开会，4月就要涨价了。那到时候大家都会有感觉的时候，就是要吵了。刚刚川普讲说1个礼拜讲不完，这个1个月讲不完啊，到时候就会讲说，就是因为你把1000亿删掉，所以现在要涨电费啊。那我们现在目前因为刚刚康哥有在讲，我就特别举个例子，大家就能懂。所以这个必须要论述。如果去年其实是侯友宜、赵少康这一组当选的话，那可能核2、核3就也许能沿用，对不对？大家想说我们就来用嘛。可是也不可能台电就没有亏4000亿，它可能还是亏3000亿啊。那这种时候如果你不补它的话，就要反映电价。法国一度电价是8块，我们现在3块多。所以他就当然讲说，那我就涨上来了，我没办法啊。可是涨上来就有个问题，就是我们可能会造成物价波动，就会到时候物价整个都上来。所以台电就昨天发了新闻稿说，哎呀不行啊，你砍我以后我没有办法更新我的设备，然后还可能造成物价波动。我宁可补电价，以后让电价还是维持在1度3块多。以后这个台电的事情有的吵啦。对，台电有的吵。这个题目我专门问了郭智慧，他的回答就是吊儿郎当的。然后呢？我说如果不过1000亿没有给你呢，没有的话我去借钱啊，台电可以用举债啊，公司债啊，他以后就牺牲平等。我说你说的哦。然后第二个问题我就问他说，那是不是这次1000亿给你了，就保证不涨电价？他说这个不敢保证，言下之意还要涨啊，就是1000亿给他以后，他可能还要涨电价。这是我得到的答案，我亲自跟他面对面1对1这样的询答，他很坦白啊，他很坦白，对啊，那所以我就觉得，既然你台电有出路可以去拿到1000亿，你就举债吧，你何必要叫我们去补贴你这1000亿呢？为什么这个样子？所以你要威胁这个整个公共的社会，就说破产，你怎么不讲破产呢？不是可以编的钱，干嘛要求他举债呢？他不会破产，他自己说举债啊。不是啊，这可以编的钱为什么要举债？要付利息？不是，为什么给他呢？基本上就是说，就是政党不同嘛。虽然你民进党将来涨电价会说是蓝白，但是呢，基本上呢，你还是要负责，你是执政党啊，你怎么推到蓝白身上去？最后几年要算账的时候，马英九的时候油电双涨，因为陈水扁就不涨啊，到最后账算谁？还算马英九嘛？都一样。当然是算到你执政党身上去嘛。休息下再回来。好吧，你罢我，我罢你哈，大家大罢免，所以不是只有民进党要罢免，国民党也要罢民进党的。吴思瑶不想干那个什么党鞭了是吧？干事长，他想交棒，哦，为什么呢？他说我有苦难言呐，哦，是党团的阿信呐，还要被罢免，在不在乎罢免？还是在乎啊？怎么不？任何人被罢免都会在乎的，没有人会不在乎的，就算没有罢成。那也是整个过程也是很痛苦。你问谢国良痛不痛苦的过程？他现在谢国良算是不错啦，就浴火重生啦。你问他，如果当时没有罢免好，还是有罢免好？那高雄许志杰、黄捷1阶段也达标了，所以你要1阶段达标有什么困难呢？2000多票啊！再怎么墨绿的地方，要1000多1%还是有的。高雄真的罢是左营了，有机会了。左营怎么没有机会呢？左营当然有机会了，当选也许不会当选，罢免的票一定够啊，怎么不够呢？因为罢免的门槛比当选低嘛，哦，所以呢不合理也在这个地方嘛，哦，那金门也要去罢免陈玉珍，金门坦克，金门也有民进党的党部啊，金门也有支持民进党，不是没有啊，哦，所以呢说这个启动罢免，哦，那金门呢第1阶段只要124西人就达到1%了。第2阶段呢，12467，然后10%，然后第3阶段呢，就是要罢免要31000多票了，哦，所以要达到1%门槛，甚至10%门槛都没有那么困难了啊。那另外呢，陈玉珍说他是文化杀手，陈玉珍说我能背出唐诗300首。陈玉珍是台大中文系毕业的，他怎么没有文化呢？他是中文系，他去双修好像法律什么，然后又去念，反正一路念到博士。他是中文系毕业的，哦，所以他怎么会不重视？他怎么会没有文化素养呢？那另外呢，这个台中公民团体说6个国民党委员没有一个幸免的，严宽恒、杨琼英、廖伟翔、黄建豪、罗廷伟、江启臣，通通给你罢啊，哦！那就我讲的嘛，你就算你没有被罢成，那个过程你总要
你总要回防吧？你不可能说我都不在乎啊，随便你们去弄，不可能的哦。那另外呢，这个罢免钟永和、张志伦、林德福罢免上，你说第一阶段达标，深南区不是铁板块，废话，1%你怎么样也有，你那个你想每次选举现在都是，比如说我10万票当选，落选可能7万票，落选那个票大概就可以达到罢免的票，大概是可以的，哦。那另外呢，这个因为呢，国民党把中选会的预算冻结了，所以他来报告。说联署书要改格式，不要拿以前的联署书，因为他们现在都拿以前的联署书嘛。林建宪就是你看他们怕罢免，怕得要命。我想是啊，没有要被罢免的人不怕啊。那另外呢，因为主要法律规定2月1号才能开始罢，那你现在就什么联署，你联署什么东西呢？你是违法的，都不讲这个法律了哦。好吧，说呢农历年后全面开战，对，农历年后就可以了。哦，因为过了2月1号嘛，那就可以了，本来就可以，依法就可以了啊、哦。那他们还要梗，哦，还要有罢免，还有一个梗，还每一个都要创造一个梗啊、哦，一个发音的梗了啊、哦。譬如说林佩祥叫基隆绝配啊、哦，王宏威叫删除危害，李彦秀叫港湖除锈，罗志祥的大安抢棍。徐小新要铲除黑心，赖世宝叫文山退保，类似这样，他就要搞一个要搞一个名称出来。哇，是这样的，你觉得吴思瑶当然是要罢他是有影响，但是我觉得国民党要去想，这个吴思瑶的干事长已经有就是不如归去了，就是说做的没注意啊，想恶喜棒者。那国民党团里头跟吴思瑶 equivalent 就相对的人是谁？是谁？是王宏威吗？还是林思敏？王宏威吧，我是王宏威。林思敏，那是林思敏。他当起的干事长，林思敏没事干，林思敏没事干，然后也见不到他的声音啊，他也没有想要说我不干了，都没有。有时候还会出来讲话。这样比恐怕不公道。我们应该要把吴思瑶比成那个傅昆萁，傅昆萁做的很有兴趣。非常沾，这个还连任呢，这个会期还连任，昆萁还要策动修法，让他4年做完，每届都是他。你看人家做的津津有味啊，为什么吴思瑶要有就做的就不想做？你告诉我，你想想看就知道了。你想蓝白现在过半数嘛，所以在立法院法案都能通过，那民进党就挨打嘛。那民进党以前少数没关系，打架我赢你。那他打架现在也不会赢啊！陈玉珍多凶悍啊，对吧？还有你们那个麦玉珍也是很凶悍啊，所以你打架也不赢，表决也不赢，就是双输，他干了多没意思啊！来，思刚，他是你那个选区，对不对？对。那我可以，其实蛮同情吴思瑶的情况啦。我觉得他最大的压力倒不是来自蓝白啦，因为不管是蓝白，不管是谁当干事长，他都一样嘛。不会是因为吴思瑶干事长，蓝白就客气一点，或是凶一点，换了那个庄月雄就客气一点，不会嘛？我觉得重点是内部啦。因为你在里面弱聚弱势，内部到要战要和，本来每个案子就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嘛。啊，民进党的委员坦白讲意见也很多啊，每个都是那个每个都是一方之霸。好吧，我们回来要罢免才有机会在你们选区被罢免吗？我坦白讲，我们那个选区蓝绿是差不多的啊，蓝绿差不多。这蓝绿差不多的选区里面，其实你要罢免那个力道要更高。但是你加上那个是多趴，黄婉婷是高的，是多的，然后多大概这场比1万票左右。不。当选比较困难，罢免门槛比较低嘛。我们那边罢免要6万多票，6万就是说当选多少？当选他上当选是9万多，对嘛？对，就是不合理在这个地方。那当选9万多，罢免就6万多，然后6万多的话，让我自己7万多，就是我们的支持者要全部出来投，那这个就会搬过去，但是还是要跟当时整个的社会氛围跟怎么去造那个势。当事人总是有压力。对，我觉得不管是会不会被罢免啊，我觉得你被罢免放到那个名单上总是很烦。你看徐小青也是发个春联也是被那个罢免闹，总是很烦嘛。来一讲，其实我本来觉得罢免是有它的困难性在，但我觉得最近看到立法院风波，突然觉得罢免确实有这个可能性存在。为什么？其实刚刚提到陈玉珍会不会被几手糖是不重要，重点是他提案要删20几亿公司的预算，全删掉嘛。所以我觉得这一次蓝白确实，我觉得审预算是天子没关系，但是在砍预算当中，确实有一些非常多不合理的地方。我觉得这个必须要去讲，包括你去砍说外交部邦交做的不好，你去砍他预算。
如果我在台北市，我觉得蒋万安外交做的不好，我也讲啊，我是加你的预算，我是唯一一个去加你的预算，希望你做得更好，因为我觉得预算不是零和游戏嘛，为什么你做不好，把你砍到零就做得更好呢？这不合乎逻辑啊！我不同意啊，扣一个，因为我可以提复议，他这个是强词夺理，因为他们去比如说罗志祥说大罢免就是大独裁，这个我也听不懂。我跟你讲，真的大罢免有效的话，等于我们的选举无效，就每一次选完马上罢免。所以呢，这个是选举第一次选举的复决，你知道吗？所以呢，我们每3年或者每4年选一次，你选举都要选2次才算，甚至2次也不算。基本上就是有这样的陈玉制度吗？珍虽然提议了，你最后并没有删到23亿，删到2000，你还是要看到最后怎么样嘛，是吧？是啊，没有错。我觉得你不能不说这个，我们就是民主国家像现在不是讲台湾是民主价值要输出，民主同盟，民主的最高价值是什么？要接受监督啊！接受监督就是你要尊重每一个委员他的提案，他提案最后所以没有民主价值的输出啊，没有宣传一个全美啊，最后怎么会全美？